大家好，我是小岛又来了。最近啊，我又发现了一个漂亮、实用又有趣的烽火台。不止在户外呢，是精致风格露营利器。平时你在家的时候，也可以拿它来做煮茶茶桌，还有灶台，使用率呢是相当的高。使用率高就是 CP 值高。OK， 话不多说，就让我来介绍给大家。初始状态可以全部折叠堆叠收纳，快速就可以组装成立体的烽火台。组装方式后面会补充说明。首先是烧烤烽火台模式，是最基本的功能，也是它原本的用途。下端有3个快拆口，可以简单快速打开底下的接龟盘清理。六角形的炉膛主体很容易操作堆叠木材燃烧，你可以将20到30公分的木头交叉堆叠放入炉膛。起火时，中央可以放置容易点燃的火种干草，旁边有一整圈的 logo 图案的进气口，有助于燃烧更顺畅。还有延伸出2片小置物台提板，除了搬移炉台，那是相当方便。你还可以放个调料盆、调料罐、蘸烤肉酱、烧烤夹等工具，也可以随手一挂，边烤就边喝口水，悠哉得很，非常实用。最有意思的是上面这个活动烤台，当使用在6角围桌时，左右移动这个手把，就能将食物分配到旁边的位置，不用频繁站起来取食物。右边的路有请，左边的路有请，前面的自己来，让掌握料理台的主厨看起来非常专业。当然，左右移动的支架主要是方便放入木头柴火。炉膛比较深，如果要进行烧烤，建议在柴火堆上方放一些木炭，这样就不会烤黑食物了。待火焰减弱，木炭烧红后，开始烧烤。烧烤网是活动的哦，可以取下清洗。这时候活动支架就变成锅架模式。小款的烽火台支架，我放上这个24公分的口径野营锅刚刚好，当然更小也可以。架锅很稳哦，进行柴火料理煎煮。如果你想调节支架高度，请拿掉手柄，只需向上提起，拿下炉架后，将错位反置，就能将烤网或锅具降低架在炉口处，燃烧效果也一样非常出色。当然，如果你不需要支撑架，你也可以直接拿走它，让烽火台成为关火取暖的模式，随意丢入柴火，甚至烤棉花糖也很有趣啊。OK， 正常功能呢，我是介绍完了。照惯例呢，我们还是要找找看呢，它有什么其他的使用可能。尤其是在户外呢，你不想每一顿都烧柴火，特别是早上刚睡醒的时候，你就想要一个很轻松的方式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清理一下烽火台里面的灰烬。里面呢，你过来看，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防风料理区。这个时候放个酒精炉或小岛炉，加一个简单支架，这个是迪卡侬柴火炉升高支架来的。或者利用巨人的手臂扛上2根或3根银钉形成支架，你就拥有了一个方便的酒精下潜式防风燃烧系统。你可以煮汤、煮面、煮蛋、煮颗米饭、炖锅肉、片粥等等，都可以轻松实现。煮好的料理可以放在活动桌板上，它还能转向烹饪区保温，然后继续进行下一道料理。旁边放一杯热咖啡，边喝边煮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享受烹饪的乐趣，真是太棒了。不仅户外露营使用，在家也非常适合作为泡茶桌炉使用。放在客厅茶几边，你可以在中间小酒精炉中煮茶水，然后在活动桌板上泡茶。喝完茶后，只需要将桌子并拢，就是自己的一套茶具系统。整体空间瞬间整齐有序，看起来非常舒适。当然，产品并非完美无瑕，安装需要用附带的小工具，锁上14颗螺丝，确保结构的强度和稳固性。虽然没有因此造成难度，安装仍是快速，但是在户外这样操作，小工具和小螺丝可能容易遗失。但我们因为室内户外两用，所以索性就不拆卸折叠，反正也不大，只要把下方保护草皮的支架收起，里面装满木材或露营用具后，盖上活动支架，我发现它就像一个收纳箱，整体系统可以一起带走。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个上面有8个 logo， 市场上非常罕见，像 LV 的 logo 包一样。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，
这个雕花镂空，除了基本空气流通的功能，还可以拓展支撑架的用途，也算是特色之一。今天就不操作基本功能了，我想为大家做一个轻料理的示范。用蓝火改造后的圈卷，放入25毫升酒精，小火模式，巨人扛上支架，燃料要离远一点。小饭和1杯米已经浸泡好半小时了。下潜式防风灶台煮15分钟，自动炊饭，不用管它了。那我来喝口水。时间到，放入保温盒焖半小时。用伸缩磁铁棒吸走盖子，我要用大火模式啦。今天配个牛肉火锅，豆腐、白萝卜还有茼蒿。要配大量的香菜和葱花。哇，好大一块肉！最喜欢火锅里面放豆腐。有没有发现我这里面煮，这个台面呢可以放菜，这台面我放了饭，这个放了杯子，我们是不是少带了一个桌子？除了以上我们发现的这些功能，还有更多功能呢，等着你去开发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给我一个点赞。在下期的内容当中，我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见。